有句话说，灾难是在你忘了它的时候来临的。33年前，槟城北海码头发生了一件令人心酸的倒塌事故。事发当天是60年一次的观音巡境大游行，数以万计的民众为了不错过观赏游行的机会，纷纷从北海的渡轮码头搭船到对岸的冰岛。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场悲剧的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1988年7月31日，槟城早上到下午的阳光都很温煦。也许是因为这一天正是冰岛观音菩萨巡境游行，适逢大三角圣父亚纳教堂庆祝100周年纪念，所以随处洋溢着欢庆佳节的气氛。在这里要先说一下，观音诞辰呢，在大马华人社会里是极为注重的日子，加上这是60年一次的庆典，所有民众心里都想要赶上这千载难逢的辉煌时刻。就因为这场盛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都蜂拥而来前去参加，导致刚启用3年的濒危大桥被车辆挤得水泄不通。当时拥挤的人潮也让北海码头收费站第一次出现排长龙的现象。据说当时的车龙阵约有2公里长，由大三角的入口处一直排到收费站。至于步行的民众，则乘搭渡轮抵达冰岛对岸。下午4点30分左右，北海渡轮码头已经人山人海，而通往候船室的通道更是拥挤得寸步难移简直就是到了人挤人的情况。可是赶赴盛会的人群不但没有减少的迹象，反而是越来越多。当时民众心里都十分期待着今晚的盛会，可是无人知晓，等着他们的却是一场亡盛典。当天色渐渐变暗，等待乘坐渡轮的人群也陆续增加。因为人口大量的涌入导致候船室的地板超出负荷而坍塌，一层一层的地面裂开，缝隙中发出民众的惨叫声，画面惨不忍睹。掉落在最底层的民众伤势更严重，因为以血肉之躯抵挡着几千吨的这个重压，情况十分恶劣。候船室的平台坍塌，现场的民众虽然心里都惊慌失色，但是仍然抱着当初那颗菩萨心，极力救出受困残瓦中的伤者。随后，滨州港务局也出动了多台直升机，将伤者们送往附近的医院急救。然而，这起坍塌事故死伤严重，造成了32人身亡，其中包括出席盛典的2名港务局官员。轻重伤者则有1700人左右，在32名死者当中，有18名成人和14名儿童，最小的年仅6岁。坍塌事件发生后，因为码头当时处于一片混乱，因此滨州港务局在当天傍晚6点宣布暂停渡轮服务，但导致了数万名在北海码头等待过海的乘客被困在那里。由于涉及大部分人命伤亡，这宗震撼全国的码头坍塌事件，让政府立即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由时任国家元首亲自委任退休大法官丹斯里正明达全力侦查这宗意外的起因，以便给民众和罹难者一个交代。经过皇家调查委员会45天的调查，一共传召了99名证人出庭公证。此外还收集了大量相关文件以及证据，并整理出142页的报告书。时任交通部长林良时提呈报告书给内阁以及国家元首后，于1989年9月21日针对码头坍塌案件召开了记者会。在记者会中，皇家调查委员会表明滨州港务局需要负上责任，并赔偿418万令吉给遇难者的家属。老旧的北海渡轮码头兴建于1956年，而且不时都会进行维修，而坍塌的候船甲板则于1986年中旬铺上了新木板。
由于渡轮码头的整个平面结构是悬吊式的，码头中间并没有支柱支撑，所以导致它负荷过重。那么为什么不在这个码头中间建上支柱呢？原来码头中间没有支柱，是因为底楼是停放车辆与摩托的候船中站，所以当局没有建造支柱。至于只能容纳200人的这个候船室，当时却有2000人挤在那里，所以导致这个候船室无法承载过大的重量，最终承受不了而倒塌。有人认为整个平台本来就不够扎实，因为它都只是依靠在4边支撑的这个螺栓撑起整个建筑。此外，建筑在长年累月的这个人群走动以及渡轮靠岸时引起的震荡，让其结构变得松化了。1975年，这项渡轮建筑曾经被誉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建筑之一，因为它自启用以来保持着从未发生过任何意外的辉煌记录。然而，1988年的码头倒塌事件让槟城港务局的渡轮服务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污点，失去了使用者对它的信心。北海码头倒塌惨剧发生至今已经过了33个年头，虽然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被彻底解决，可是它却烙印在大家的心中，特别是32名逝者家属的悲痛记忆，恐怕这一生都不能抹去。虽然俗话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包括快乐与悲伤的回忆，可是相隔了那么多年却发现这个悲伤回忆只是悄悄地被隐藏起来，并不是随着时间而淡去。当年发生事故的旧码头，如今就只剩下北海港务局办事处孤零零伫立在入口处，除了工作人员、闲杂人等都一概不得进入。而曾经埋葬了32条宝贵生命的码头底层，也已经被充当为一个大型停车场，供港务局的员工停放他们的交通工具。缺少了人气的旧码头，与遥遥两相对的新码头相比，更显得格外荒凉。但愿所有逝去的罹难者都能够永远安息。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南。牛年新春到来，在这里给各位观众朋友拜一个年，祝你牛年大吉，喜气洋，牛头洋洋好运来，牛眼圆圆看祥瑞，牛须翘翘钱满园，牛身摆摆夜登高，牛尾少少体健安，牛身正正金欢圆。最后祝愿你新的一年牛年多财气，旺牛在运福满天，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发啦！